第8章道爻诀。玉清留下逍遥诀，四字凝神入气穴。6月鹅看白雪飞，3更又见日轮鹤。水中吹起急巽风，天上游归时坤得。更有一句玄中玄，无何有相是真宅。这首律诗已经把功法的玄奥说尽了。修炼大道的要领不外乎无为而为4个字，唯有无为，才不凝滞在范畴和形象之上，唯在无为中有为，才不致堕入顽空死虚之中。其中的作用不外乎一个重字，而枢机全在两眼。两眼就好比北斗星的斗柄一样，造化住天地万物，运转着阴阳两极，所产生的大要自始至终都是水中金，也就是水相牵。前面所讲的回光是用来指点每次练功的起初阶段，使修炼者从外部食神来控制内部元神，通过制服食神得以显现元神。这是为中下知识修炼中下两关，最后透入上关的方法。现在道路逐渐明朗，方法逐步纯熟。上天并不是守住大道不放，所以泄露出这部至高无上的宗旨。各位修炼者要千万爱惜，加倍努力。回光是修性的总名称，功夫每上进一层，光华就盛大一番，回光也更妙一些。前面的功法是由外部食神控制内部元神，现在的功法则是由中央元神驾驭外围食神。前面的功法是由辰左食神来辅助君王元神，现在的功法则是辰左食神奉君王元神圣旨来发号施令，整个面目完全是一大颠倒。这一功法的内容是，要想入境，首先要调身调心至自在安和，接着放下万缘，丝毫没有牵挂，让天心正位于中宫，然后两眼垂帘，就像奉了圣旨去召唤大臣，谁敢不遵呢？接着用两目内照坎宫，下丹田，光华所到之处，真阳就会出来应接。离卦外部是阳而内部是阴，它的本体是乾卦，是一阴进入乾卦而成为离卦。离卦中的阴气食神容易随物而生心，顺出而流转。现在回光内照，食神就不会随物而生心，阴气就受到了控制。由于光华的凝注和内照，阴气就逐步转成了纯阳之气。由于同类相亲，所以坎卦中的阳气向上升腾。这阳气本非坎阳，而是乾阳，是乾阳应接乾阳，离中之阴和坎中之阳这两气相遇，就扭结不散而成元阳之气，氤氲活动，忽来忽回，忽浮忽沉。这时自己的元宫之中犹如太空那样无边无际，全身轻盈美妙，飘飘欲生，这就是所谓的云满千山。接着元气来往无踪，浮沉无际，会引起短暂的经脉停住，呼吸停止的现象，这才是真正的交媾，也就是所谓的月寒万水。在杳杳冥冥之中等待，忽然天心一动，这就是一阳来复，活子时出现了。然而这里面的消息还要细说，一般人都用眼睛去看，用耳朵去听，眼睛和耳朵会随着外物的活动而动，外物走了，看和听的行为也就结束了。这里面的动与静就好比是下面的臣民办事，而上面的天子反而跟随着他们一样，这样无异于跟鬼住在一起了。现在修炼这一动一静，不是跟鬼在一起，而是跟人在一起。那人就是真人及自己身中的天子，天子一动，下面的臣民也一起跟住动，这种动称为天根。天子一静，下面的臣民也一起跟住静，这种静称为乐哭。天子不停的动静交换，臣民们也不停的动静交换，天子从上到下都休息，臣民们也从上到下都休息，这就是所谓的天根乐哭弦来往。如果天心还处在镇静之中，起火烧结则火候太早，丹药就失之太嫩。如果天心已经启动，而没有及时起火烧结以应天心，丹药就失之太老。正确的方法是天心一动，立刻将真意引向乾宫，上田导引神光内是乾宫，此时气动恰到时机，元气上升到乾宫和于元神，正在悠扬自得时，忽然感到想要入定，这时应当赶快将真意入黄庭，用神光内视中黄神识。接下来如果还想入境，则要一点杂念也不能产生，如果要内视体内，则要似是非是。此时身心就像获得了一场大解放，万感千念一时泯灭，即使自己神识中炼丹的炉鼎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了，甚至连自己的身体在什么地方也找他不到。这就是天入地中，众妙归根的时刻，到此才是所谓的凝神入气穴。修炼回光时，开始就要将散漫的神光收敛回来，使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6种功能渐渐失去作用，这就是涵养本源，天由皆命。接着
收敛神光就会轻松自如，不费丝毫气力，这就是安神阻窍，息聚先天。再往后，感觉到一切外界的影响逐渐消失，进入了寂然大定的状态，这就是折藏气穴。众妙归根，修炼回光的方法可以分为3法，也可以分为9法，以后再仔细阐述。现在解释每一程都有3法的含义。在下程，当处于涵养阶段，第1法开始入境时，息聚是为了涵养，折藏也是为了涵养。到了息聚阶段，第2法涵养、折藏都是为了息聚。到了最后，第3法涵养、息聚也是为了折藏。到了中程，可以依此类推，不改变窍位，而窍位自动生化，形成了由神和气构成的无形之窍、玄窍。窍位有千处万处，本质上讲都是无形的一窍，不改变时间，而时间自动变化，形成了变化的时间，也就是无后之时，哪怕是千载万世，也只是一刻而就。一般来说，心神若不是静到了极点，是不能动的，即使动也是妄动，不是本体在动。所以说，心神因感应事物而动，那是人性的欲望所驱使。心神如果不是因为感应事物而动，那才是天地之动。如果心神不能做到天之动与天之性相互对应，就会被欲望所控制。欲望的形成就在于有事物，心神因思想事物而成欲望，事物的变化会引起欲望的变化。如果能做到一念不起，正念才会产生，正念也就是真意。在寂然大定之中，天机忽然发动，那不就是没有欲望的动吗？所谓无为而为，指的正是这个意思。本章那首律诗的头2句已经全部概括了精华的作用，其后2句意思是日月护体，6月指离卦的火，白雪飞指离卦中间一爻的真阴将要反归于坤，3更指坎龟的水，日轮指坎卦中间一爻的真阳将要反归于乾。所谓曲坎填离，就包含在这2句诗当中。在下面2句说的是斗柄作用，气液升降的全部机关，水中不正是坎卦吗？巽风指的是3木，神光反照进入坎宫，下田摄照住阴中之阳的精华，天上指的是乾宫上田，游归时坤德指神入气中，天入地中，需要温养神火。最后2句指出了修炼中诀窍中的诀窍，这窍诀中的诀窍始终离不开洗心涤虑的沐浴之法。儒学是从大学所讲的知止开始，到止于至善为终，以无极开始，还是以无极归终。佛学是以金刚经所讲的无所住而生其心为大藏教旨。那神丹又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处要无心罢了。我们这一派最玄秘的是沐浴，这样一部性命全功，不过是心空2字而已。现在我一眼点破，省却诸位数十年参悟的功夫了。各位还不明白前面讲的每一程中具有3法的微妙玄义。我现在用佛家的空观、假观、中观3观来说明一下。这3观当中，头一个是空观，就是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空虚的。第2个是假观，虽然知道万物皆空，但又不能把万物全部毁掉，还要在这空虚的世界里建立一切事物，只是把它们看成是虚假的而已。既不能把万物毁掉，又不对万物执着，这第3个就是中观。如果修炼空观时，同时知道万物不可毁灭，也不可执着，这3观就都兼备了。但毕竟是把万物看空了才算得力，所以修炼空观时，空固然是空，假也是空，中还是空。修炼假观时，在用空上下的功夫居多，假固然假，空也是假，中还是假。在修炼中观时，也把万物想成是空的，但不叫它空，而叫它中，也要把万物看成是假的，但不叫它假，而叫它中。至于重，就更不用说，必然叫它重了。我虽然有时单独说离卦，有时也兼说离坎2卦，但中心意思始终没有变动。我开口就提示过，枢机全在两眼。所谓枢机，指的是妙用，以妙用来斡旋造化，不是说造化只有这一点点。人的6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和7窍眼、耳、口、鼻，全都隐藏着光明，岂能只知道取2目，而其他的就一概不闻不问呢？要用坎卦的一阳，还要用离卦的光去照射，这才能明白。朱先生曾说，瞎子不好修道，但聋子不碍事，这与我说的话有什么两样呢？我只不过特别强调谁是主，谁是辅，谁轻谁重而已。太阳和月亮的本源是一体的，太阳中含有真阴，那也就是月亮的精华。月窟并不在月亮上，而是在太阳上，所以应当叫做月亮的窟。
不然的话，直接说月亮就行了，何必说月哭呢？月亮中含有真阳，那也就是太阳的光华，太阳光反照到月亮上，这就叫做天根。不然的话，直接说天就行了，何必说天根？一个太阳，一个月亮，两者分开只能看成是半边，合起来才是一个全体。这好比一夫一妇，个人独居就不成家事，只要有夫有妇才算是完全的家。但是用人间事物来比喻大道是不完全妥帖的，因为夫妇二人分开还仍然是两个人，而修炼中的日月分开了就不成为完全的一体了。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就明白了眼和耳也是一个整体。我说瞎子已没有耳朵了，聋子也没有眼睛了，这样看来，眼睛和耳朵是一件东西呢，还是两件东西呢？说什么有六根，六根其实就是一根；说什么有七窍，七窍其实就是一窍。我说的这些话，只是透露它们相通的地方，所以看不出有什么不同。你们各位专门执着于它们不同的地方，所以随时随地都会改变看法。纵观《太乙金华宗旨全书》，无论从有为、无为、无不为三个层次分析，或者从修炼、悟道两个方面阐述，或者用佛家、道家理论论述，其要义只有两个词：回光、天心。回光是方法和过程，天心是目标和正验。如果加上回光的对象和天心的基础不同层次的元气，就构成了系统的丹道。从内容和结构分析太乙金华宗旨，也能够认识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。以道遥诀和劝世歌指出，修炼丹道有为境，入无为无不为境界的本质是天心，天心是同过回光，回光守中，回光调息，回光插谬，回光正验，回光活法，百日立基。由元神食神到性光时光逐步得以显现，由坎离交构到周天逐级造化单体，并在精华中得以还虚太乙。感谢你的观看。